你敢相信吗？你每天都在使用的这具肉体，其实根本不是什么普通的皮囊，而是一张精密到了极点的宇宙星空图。只要你掌握了这张图纸的密码，就能直接吸收天地间的能量，甚至开启你身体里隐藏的超能力。大家好，我是申鹤。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一本在中国道家历史上地位极高，甚至被无数修行者视为终极秘籍的神书，叫做《太上皇庭内景玉经》。今天我们准备连讲2章，第2章上有章和第3章口为章。很多人一听这本书的名字，可能觉得离自己很遥远，或者觉得这全是古人虚构的神话。但其实这本书里藏着的是一套极其严密的生命科学。古人把人体内部的奥秘用一种非常优美的密码写了下来。今天我就带你逐字逐句地破解这段流传千年的生命密码，看看我们的身体里到底藏着怎样一个不可思议的宇宙。经文开篇第1句就极其震撼，他说：上有魂灵，下关元，左为少阳，右太阴，后有密户，前生门。这短短的几句话，其实是古人教给我们的一张人体宇宙定位图。你看，我们平时看自己，也就是一个脑袋、2只手、2条腿，对吧？但在真正的修行者眼里，你的身体是一个完美的立体坐标系。什么是上有魂灵，下关元？上指的就是我们的头部，那是大脑所在的地方，是智慧和元神居住的宫殿，所以叫魂灵。下指的是我们小腹部位的关元穴，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丹田，那是储存生命能量的超级电池。这一上一下就把人体的天地给定住了。接着，左为少阳，右太阴。少阳对应的是我们体内的肝脏，在东方代表着生机勃勃的春天；太阴对应的是肺脏，在西方代表着收敛的秋天。这就像是你身体里的指南针，左边负责生发能量，右边负责沉降能量。然后是后有密户，前生门，后背的脊椎，特别是腰部命门的位置被称为密户，那是隐藏生命真火的秘密通道。而前面的肚脐被称为生门，因为我们在娘胎里的时候，就是靠肚脐这扇门来吸收营养、孕育生命的。你发现了吗？上下、左右、前后这6个方位一确立，你的身体就不再是一堆肉了，而是一个拥有独立运行法则的小宇宙。当你闭上眼睛，能够清晰地感知到这6扇门的时候，你才算真正拿到了进入自己身体内部的钥匙。拿到了钥匙之后，我们该怎么做呢？经文紧接着给出了4个字：出日入月，呼吸存。我们普通人每天都在呼吸，但我们吸入的只是氧气，呼出的是2氧化碳。可是这本神书告诉我们，真正的呼吸绝不是这么简单的物理运动。出日入月，这是一个极其宏大又极其浪漫的比喻。它是在告诉你，当你静下心来，你的每一次呼气都要像太阳升起一样，把体内的浊气和烦恼通通释放出去，照亮四周。你的每一次吸气都要像皎洁的月光一样，把宇宙中清凉纯粹的能量吸入体内。呼吸存，就是说，只有当你把呼吸和日月星辰的节奏同步起来，你的生命能量才能真正被保存下来。这其实就是道家最高级的吐纳之法。当你不再觉得自己在呼吸空气，而是觉得自己在和宇宙交换日月精华的时候，你的心境和身体状态就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接下来经文到了非常神奇的一步，叫做元气所合，列宿分，紫烟上下三宿云。什么是元气？就是你生命最原始最纯粹的那股能量。当这股能量在你的体内汇聚融合的时候，会发生什么呢？列宿分宿，就是天上的星宿。古人认为，我们体内的穴位和经络就像是夜空中的漫天繁星。当你的元气充足时，你体内的星辰就会被一一点亮，排列得清清楚楚。这时候，紫烟上下三宿云，
紫烟和三素云听起来像是神仙住的地方，其实这是在描述你体内能量流动的真实画面。当你的心彻底静下来，能量开始在经络里运转时，那种感觉就像是有一股紫色的祥云在你身体的上下通道里悠然地升降。这绝对不是什么迷信。很多现代坚持深度冥想的人，在进入极度宁静的状态时，闭着眼睛真的能看到眼前有紫色的光晕在流转。这就是你体内的生命能量被激活后产生的高频震动。那么这股强大的能量在体内流转到底有什么用呢？经文给出了答案：灌溉五华之灵根，七叶动流冲颅间。这简直是一幅绝美的体内风景画。五华指的是我们体内的五脏，心肝脾肺肾。在古人眼里，五脏不是冷冰冰的器官，而是五朵绚丽的生命之花。我们现代人天天熬夜、焦虑、生气，其实就是在疯狂消耗这五朵花的养分，所以人就会枯萎，会生病。而当你把天地间的元气吸收入体，就像是甘甜的泉水在一点点地灌溉着五朵生命之花，让它们重新焕发生机。这就是灌溉五华植灵根，就是把你的生命之根深深地扎进这股能量里。紧接着，七叶动流冲颅间。七叶指的是我们体内的各种津液和精华。当五脏被滋养后，这些精华液体就会像奔腾的河流一样，顺着你的脊椎一路向上冲。冲到哪里呢？颅间。颅间就是我们的头顶，大脑的最深处。大家想一想，当全身最精华的能量和津液源源不断地向上输送，滋养你的大脑时，你的头脑会多么清晰，你的智慧会多么通透。这其实就是古人能够保持耳聪目明，甚至开发出超越常人潜能的核心秘密。最后，这一切的修炼都要归结于一句极其神秘的话：回紫豹黄入丹田，幽室内明照阳门。当你体内的能量完成了对全身的滋养，冲刷了大脑之后，你不能让它散掉，你必须把它收回来。回紫豹黄，紫代表着天上最高贵的能量，黄代表着大地最厚重的能量。你要把这天地交汇的能量紧紧抱住，引导它们沉降，最终回到哪里？入丹田，回到你小腹那个超级能量库里储存起来。当你完成这一步的时候，奇迹就发生了。幽室内明照阳门。幽室就是指我们原本黑暗无明、充满杂念的身体和内心，但因为你储存了这股纯正的宇宙能量，你身体这个黑暗的房间突然从内部被点亮了。这种光芒不是肉眼看到的光，而是智慧之光、生命之光。它照亮了你的阳门，也就是你生命最核心的生机。到了这一步，你不仅身体强健，百病不侵，更重要的是，你的内心将再也没有恐惧和迷茫，因为你已经和宇宙的光明融为一体了。你看，这短短的几行字，没有一句废话。它不仅是一套呼吸法，一套养生法，更是一套教我们如何从一个普通的凡人一步步连接宇宙，点亮内在生命的登天之梯。你敢相信吗？全天下最顶级的抗衰老神药，最厉害的辟邪法宝，根本不需要花1分钱去买，它此时此刻就在你的嘴巴里。只要你掌握了使用它的正确方法，不仅能百病不侵，甚至连你的容貌都能像玉石一样散发光泽。下面我们就来深度破解非常核心的一章，也就是口为章第3。不管你现在多大年纪，不管你身体状况如何，只要你能听懂今天的内容，你的生命状态绝对会迎来一次彻底的蜕变。这章开篇第1句就极其颠覆我们的认知。经文说，口为尉迟太和宫。在我们普通人的眼里，嘴巴是什么？嘴巴不就是一个用来吃饭说话的器官吗？最多也就是个食物的粉碎机。但是在古代修真者的内观世界里，他们看到的可完全不是这样。经文告诉你，
你的嘴巴是浴池，是太和宫。浴池是什么地方？在神话里，那是昆仑山上西王母居住的仙境，是汇聚天地灵气的地方。太和宫又是什么？太和代表着阴阳二气达到了最完美、最极致的平衡与和谐。也就是说，在道家看来，你的口腔根本不是一个普通的器官，而是你身体里阴阳交汇、提炼生命精华的最高级别的神圣宫殿。当你把自己的嘴巴当成神圣的宫殿来对待时，你的修行其实就已经开始了。紧接着，经文给出了具体的修炼方法和神奇的效果，叫做树验灵液栽不干。这句话里的灵液就是我们要找的那个不花钱的神药。什么是灵液？说白了，就是我们嘴里的唾液口水。你可能觉得口水有什么神奇的，这你就不懂了。中医把唾液叫做金精玉液，现代医学也早就证明了唾液里含有大量的消化酶、免疫球蛋白，甚至还有一种比吗啡镇痛效果还要强好几倍的天然物质。但是经文里说的灵液可不是你平时看到美食流出来的那种普通的哈喇子，而是在你心平气和、舌顶上颚的时候，口腔里自然分泌出来的那种清甜的津液。道家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功法，叫做赤龙搅海，就是闭上嘴巴，用舌头在口腔里上下搅动，等津液满口的时候，分3次咕咚咕咚咽下去，并且要在脑海里想象着这口鲜水一直流到了你小腹的丹田里。经文说，只要你经常这么做，灾不干。这个灾不仅仅是指外在的灾祸，更是指你身体内部的疾病。当你不断地用这种灵液去灌溉你的五脏六腑，你的免疫力就会变得极其强大。那些乱七八糟的病痛和灾祸根本就无法干扰到你。那么，长期坚持这么做，身体会发生什么变化呢？经文接着说，体生光华气香兰，却灭百邪欲炼炎。这2句话简直就是所有追求健康美丽的人的终极梦想。体生光华是说你的身体会由内而外地散发出一种健康的光泽。你看那些刚出生的小婴儿，他们的皮肤是不是晶莹剔透的？他们呼出的气是不是带着一股淡淡的奶香？这就是气香兰。可是随着我们慢慢长大，欲望多了，焦虑多了，天天熬夜生气，嘴巴里开始发干发苦，甚至有了口臭，皮肤也变得暗沉发黄。而当你通过吞咽灵液把五脏六腑调理顺畅了，你体内的正气就会极其充沛，这就叫却灭百邪。中医说，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风寒暑湿燥火这些外在的邪气再也无法侵入你的身体，这时候你的容貌就会像被顶级的和田玉滋养过一样，温润细腻，散发着自然的光泽。这就是玉炼炎，这可比你花几万块钱去打什么医美针管用太多了，因为这是从你生命的最底层进行的基因级别的修复。听到这里，你是不是觉得已经很神奇了？别急，真正的高级境界还在后面。经文继续说，沈能修之登广寒。广寒指的就是月亮上的广寒宫，在这里它代表着一种极其清凉纯粹，没有丝毫烦恼和杂质的至高境界。沈能修之的沈字是极其关键的眼位，它告诉你，修行不是3天打鱼2天晒网，而是要审慎专注，持之以恒地去练习。只要你能把这个看似简单的吞咽灵液的动作融入到你生活的每一分每一秒，你就能脱胎换骨，你的精神和肉体就能达到那种超越凡俗的广寒仙境。当你达到了这种境界，你就会体验到下一句经文所说的奇迹，昼夜不寐，乃成真。很多人看到昼夜不寐这4个字，第一反应是，这不就是让人白天黑夜都不睡觉吗？那还不把人熬死啊？如果你这么理解，那就大错特错了。道家经典里的不寐，指的根本不是你的肉体不睡觉，而是指你的元神。
你的觉知力永远保持清醒和明亮。普通人睡觉那是昏睡，做各种乱七八糟的梦，醒来比不睡还累，因为你的神在梦里还在消耗。而真正修真的人，哪怕他的肉体在深度睡眠中，他的潜意识，他的内在能量依然在有条不紊地运行，就像一条生生不息的河流，白天清醒，夜晚也清醒。这种灵魂深处的觉察力永远不灭，这就叫乃成真，你才算真正成为了一个得道成真的真人。最后一句是整段经文的最高潮，也是检验你修行成果的唯一标准。雷鸣电击神敏敏。什么叫雷鸣电击？在自然界，那是震耳欲聋的狂雷和闪电。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这就是突如其来的巨大变故，比如突然失业了，突然查出重病了，或者遭遇了巨大的背叛和打击。普通人遇到这种事儿，立刻就会惊慌失措，心脏狂跳，彻底崩溃，这就叫神散了。但是一个真正把黄庭内景经修炼到家的人，因为他平时通过吞咽灵液，通过内观，已经把自己的五脏六腑和神经系统打造得像铜墙铁壁一样，所以哪怕外界天塌地陷，哪怕雷鸣电击就在耳边，他的内心依然是神敏敏。敏敏就是深沉宁静，不起一丝波澜的状态。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顺。外界的狂风暴雨根本无法惊动他内在的太和宫，这才是生命最顶级的强大。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别忘了点赞关注申鹤，我们下期视频再见。